大家好，我们在之前的25期节目里对主流的美股纳斯达克100指数基金做了评测，结论就是普通投资者的最佳选择是费率最低的 QQQM。那么国内购买纳指100哪支效果最好呢？是场内还是场外投资呢？本期节目呢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。首先呢，还是来看一下纳指100指数基金的评测纬度吧。相比国内标普500基金，国内的纳指100基金明显增多，有20只左右。毕竟从营销角度，喊出纳指永远的神更深入人心。类似现象呢，也发生在韩国。韩国散户被称为吸血蚂蚁，韩国市场呢也已经成为亚洲纳指100 ETF 的最大玩家，它的规模远远超过其他亚洲国家的同类产品。同时，韩国个人投资者呢持有 TQQQ， 也就是3倍纳指杠杆和 QLD 2倍纳指杠杆的总规模呢，在非美国本土的投资者中呢，也是名列前茅的。所以大家普遍的看法就是呢，纳指100作为科技成长股的代表呢，长期年化回报呢显著高于标普500。那么国内的公募基金公司呢，基本上也都推出了纳指100 ETF LOF 场外基金。评测一只指数基金是否优秀呢，最重要的指标是跟踪指数的效果，其次呢是看基金的发行时间、规模、费率、溢价、现金比例等等。一般来说呢，发行时间越早越好，规模越大越好，费率越低越好，持有的现金比例呢也是越低越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分别对场内和场外的纳指100按照这些纬度来进行评测。首先是场内纳指100，国内成立时间2年以上的，规模超过50亿人民币的 ETF 有7只，分别由国泰、嘉实、招商、广发、华夏、华安、大成基金发行。我们就来做一个基本情况的对比吧。那么成立时间最早的是国泰513100，成立于2013年4月，最晚的是大成159513，成立于2023年7月。规模最大的是广发159941，有298亿，最小的是大成的纳斯达克159513，大约是60亿。美股的 QQQ 规模巨大，大约是3950亿美元。那么费率最低的是嘉实159501，费率是 0.6%， 最高的是广发159941和大成159513，费率是 1%， 招商是159659，费率是 0.65%， 美股的 QQQ 费率则仅只有 0.2%。持有现金比例最低的是华夏纳指513300，是 2.36%， 最高的是大成纳斯达克159513， 18.43%。现金比例高呢，往往代表 QDII 美元额度紧张，无法及时买入股票，导致跟踪误差呢会增大。场内溢价最高的是嘉实纳指159501，溢价 4.74%， 第二是国泰纳指100513100，溢价是 4.39%。 那么溢价最低的是华安纳指159632， 2.64%。 理论上呢，溢价越低越好，但资金是聪明的，高溢价呢往往表明市场看好。虽然国内纳指 ETF 长期存在溢价，但在极端时刻呢也有折价的情况。比如2025年4月上旬关税大战的时候，大多数场内纳斯达克100甚至跌停，出现了折价，这也往往是场内买入的最佳时机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接的回报情况，因为成立时间不同呢，采用累计回报作为参数，数据截止到2026年的3月4日。我们可以看出来呢，近1年累计回报最好的是招商，累计回报 16.44%， 最差的是华夏 14.83%。 同期美股 QQQ 的回报是 23.86%， 回报最好的招商比其低了 7.42%。近2年累计回报最好的还是招商，累计回报 35.43%， 最差的是大成 32.91%。 同期美股 QQQ 的回报是 42.81%， 招商比其低了
3.63%。近3年累计回报最好的是华夏，累计回报 101.48%， 最差的是广发 98.89%。同期美股 QQQ 的回报是 107.46%， 华夏比它低了 5.98%。那么近5年累计回报最好的还是华夏，累计回报 106.49%， 最差的是广发 103.39%。超过5年的3只纳指 ETF 回报差距缩小，同期美股 QQQ 的回报是 106.94%， 最好的华夏比它低了 0.45%， 算入了溢价。那么我们来对国内纳指100进行排名，第一档呢有3只，分别是招商、嘉实和华夏。优选费率最低的 ETF， 招商纳指100 159659，费率 0.65%， 短期1到2年呢回报最佳。嘉实纳斯达克159501呢，费率最低 0.6%， 华夏纳指100 513300，持有现金比例最低，费率 0.8%， 3到5年呢长期回报最佳。第二档呢也有3只，分别是广发纳指159941，国泰纳指513100，华安纳指159632。第三档呢是大成纳指159513，大成的费率最高 1%， 现金比例达到了 18.43%。国内纳指的跟踪误差呢，主要来自于费率、现金额度和汇率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在1到5年的时间段，如果不考虑溢价因素的话，国内纳指之间有 1.61% 到 3.1% 的回报差距。成立时间最长的国泰纳指513100呢 12.86 年，累计回报 762.65%， 年化是 18.83%。 同期 QQQ 的累计回报是 875.52%， 年化是 19.38%。 费率差距呢 0.6% 每年，这也是造成差距的主要来源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再看一看场外基金对比。场外呢，除了上面的 ETF 的连接基金外呢，再介绍几家费率低或者时间长的场外纳指基金。第一呢是摩根纳斯达克100 019172，费率最低 0.6%， 规模是 26.14 亿，现金占比 7.27%， 1年期累计回报最佳 15.85%。 第二呢是天弘纳斯达克100 018043，费率也是 0.6%， 规模呢是 26.2 亿，现金占比 8.55%，含 4.78% 的债券。接下来呢是易方达纳斯达克100 16130，费率呢是 0.6%， 规模 16.11 亿。16130是开放式基金 LOF， 场内场外呢都可以购买，现金占比呢是 9.25%， 含 5.41% 的债券。5年内呢是累计 98.38%。然后呢是国泰纳斯达克100指数160213，成立时间最长是在2010年4月成立，规模呢是 18.55 亿，现金占比 17.66%， 2到5年累计回报呢都是最佳，5年内的累计有 100.98%。 然后呢还有广发纳斯达克100指数270042，成立时间2012年8月，规模呢是 108.44 亿，现金占比呢 8.19%， 5年内呢累计达到 96.71%。 我们就以成立时间最长的国泰纳指160213与美股 QQQ 做个对比。国泰纳指呢成立于2010年4月29日，有 15.58 年，累计回报呢是1103.19%， 年化呢是 17.45%， 同期 QQQ 的累计回报是 1295.79%， 年化回报是 18.1%， 费率差距呢是 0.6% 每年，这也是造成差距的主要来源。从长期角度来看呢，汇率因素呢也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场外优势呢主要是门槛低，适合定投，不需要考虑实时溢价，缺点呢是限额不方便购买。
如果有选择的话呢，可以优先选择费率最低的摩根纳指100 019172和成立时间最长的国泰纳指100 160213。场外呢，因为额度限购，适合小额定投，能够买得到呢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后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投资国内的纳指100呢，场内最佳选择是招商纳指159659、嘉实纳指159501和华夏纳指513300，可以优选费率低的 ETF， 排除现金比例高的 ETF， 比如大成。场内优选费率最低的摩根纳指019172和成立时间最长的国泰纳斯达克160213。由于场外长期存在限额呢，所以优先考虑场内。纳指100的波动呢大于标普500，适合风险承受能力强、长期看好的投资者。QDII 额度紧张的时候呢，高溢价是常态，折价是买入的良机。投资前呢，请关注最新公告与自身的风险偏好。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，请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